魏莹抱着个猫站在公园门口，还好时间还比较早，没引来太多围观的人。她抱着忘机没办法玩手机，撸猫也有好一会儿了，重点是在外面也不好，太不顾形象。这会儿正百无聊赖的，一边有的没的摸摸它的长毛，一边眼神游移，于是立刻就看见了带着装在猫包里的无限出现的蓝湛。魏莹眼睛一亮，单手托好忘机，拼命挥动起另一只手来，扯着嗓子大喊道：“蓝湛，蓝湛，这里，看我！”蓝湛闻言，抬起本来低下去看表的头，望过去。魏莹对着他的方向挥着手，另一只手抱着表情严肃的白色布偶猫，脸上是亮眼的笑，生生比照在他身上的阳光还暖上几分。看到了。蓝湛心上突然涌起些心悦，虽然脸上还是无甚表情。他走向魏婴，道：“早上好。”蓝湛的声音低沉又有磁性，这会儿站定在魏婴身前，声音就像直直飘进了耳朵。魏婴强忍住突如其来的脸热，没事人一样笑嘻嘻地道：“早上好。”心里却在暗骂自己都快奔3的人了，怎么还像个毛头小子一样。蓝湛正微微皱着眉看着他，问道：“等很久了吗？”蓝湛本来就生得好看，这会儿皱着眉头盯着他也还是很好看。魏婴看着近在咫尺的人，突然很想再靠近一点。魏婴想，可能是因为对方是蓝湛，他才会像个少年，也永远像个少年，不知所措又无所畏惧。他笑着答道：“我记错时间了，早了1个小时出门。”蓝湛又皱了皱眉头，道：“你站了半个小时。”语气分明有几分责备。魏婴道：“未必我一个大好青年大早上的和散步老头老太太抢公园长板凳啊，这有什么，我都不觉得累。”蓝湛还是不太赞同的模样，他又道：“下次就直接和我说，我可以提前出门。”魏婴听这话笑了起来：“你已经提前半个小时到了，还要怎么提前啊？”见蓝湛似乎又要开口辩驳些什么，魏婴赶紧地打住了话头，道：“好了好了，别纠结这个了，走吧。在公园门口傻站着干什么？”然后便迈步往公园里走。蓝湛点了点头，跟在魏婴身后进了公园。走了2步，魏婴伸出只手把蓝湛拉到自己旁边，和他并排走。“你跟在我后面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去哪。对了，蓝湛，你为什么要来公园？”蓝湛沉默半晌，开口道：“你说你请客，公园免费。”剩下半句不用说了。魏婴诡异地沉默了半晌，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：“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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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蓝湛你也太可爱了吧！”蓝湛就站他旁边，面无表情地看他笑。魏婴好不容易笑完了，用空着的手拍拍蓝湛的肩膀道：“蓝湛，这点钱你魏哥哥还是有的，不用帮我省。请美人出来玩，我可愿意花钱了。”蓝湛黑着脸憋了半天，憋出来一句：“胡闹。”然后魏婴就开始了新一轮的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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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魏婴一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一边在心里想：7年不见，蓝湛还是这么有意思，不枉费他早起2个小时。没错，他不是看错了时间，他是特意早到1个小时的，为了摸清楚蓝湛到底提前多久来，免得每次让蓝湛等太久。等他再次笑完，魏婴听见卷绒纹猫包里传来一阵焦虑的猫叫声。于是魏婴问：“你家线线怎么了？”蓝湛沉默片刻，把视线移到一边，才回答道：“他闹着要见忘机。”短暂的沉默之后，魏婴再次爆发出一阵可怕的大笑。一直被抱在怀里的白色猫咪心道：魏婴今天的笑点真是格外低。他也听见了无限的叫声，垂着的长长的毛茸茸的尾巴晃动得有点欢快。魏婴再次笑完，抬起头，用手开了开眼睛里一点笑出来的眼泪，对蓝湛道：“听你这么说，想来你对今天也是没什么计划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在公园遛遛猫吧。”无限叫得比蓝湛答话还大声。他轻声应道：“好。”两人随便找了处长椅，魏婴干脆的一屁股坐下，把忘机放在长椅上，然后就看着蓝湛把猫包轻柔的放下，拉开拉链，黑色的猫咪飞快地扑了出来。无限一出来就看见了就在跟前的忘机，黄澄澄的眼睛亮晶晶的，他歪了歪头，下一秒就欢快地扑了上去。无限和忘机有很明显的体型差，小猫撞到大猫身上，开始愉悦地蹭来蹭去。忘机的长尾巴不自觉地围了过来，把无限圈在里面。
魏婴手肘抵在腿上，支招脸看这边两只猫，笑眯眯地问道：“韩光君，你家无限嫁不嫁呀？”蓝湛正把拉链重新拉起来，把猫包收好，闻言干脆不理他。魏婴也不恼，又接着道：“不嫁也没事，忘机直接娶就好了。”蓝湛没办法继续装没听见，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无聊。”魏婴换了一只手撑着脸，半歪着头，问道：“哪里无聊？我这么正经的在谈婚论嫁，蓝湛你不讲道理。”蓝湛说不过他，干脆不说。走吧。遛猫。拆散正黏在一起的两只猫咪，韩光君真是一个残酷的男人。魏婴一脸沉痛的点点头，然后非常顺手的把忘机从长椅抱了下来，放在地上，摸了摸他的头，道：“忘机，来锻炼身体。”忘机，线。然后无限也被放了下来。忘机和无限完全就是两个极端。蓝湛和魏婴漫无目的的在公园里走着，忘机迈着雅正端庄的步子亦步亦趋的跟在后面，无限则开始放飞自我。线又不见了。魏婴看了看身后，还有忘机。蓝湛皱眉道：“哦，那就没事了，我们接着走吧。”魏婴一脸无所谓道：“既然忘机也不见了，那就说明肯定去找无限了吗？根本不用担心。”蓝湛沉默了，道：“还是等一等吧。”魏婴瞪大眼睛，道：“蓝湛，想不到你为了猫舍得让我伤心。”然后故意做出一副失落的样子。尽管知道他是装的，蓝湛还是没有办法不解释。蓝湛道：“没有。”魏婴1秒钟变笑脸，道：“那就是说我比猫重要喽？”这就很难说出口。等蓝湛好不容易终于下定决心说出那个的时候，一阵喵声盖过了他的声音。无限欢快的小步跑过来，忘机就跟在他身后，一脸严肃：“回了？那接着走吧。”说完魏婴就继续往前走了，心里有一点点小失落。蓝湛犹豫了一下，什么都没说，跟了上去。虽说是随便转转，在公园遛猫，魏婴脚下却有意识地向一个方向走去。从决定好这次在公园见面开始，魏婴就想好了的。公园这种地方，总是会有一些格外有传说的地方。譬如他们所在的这个，就有个闻名的景点，名字也非常简单粗暴，有情签。魏婴不动声色地把蓝湛带着往公园的东南角转，又寻思了一会儿怎么把蓝湛给蒙过去。有情签，顾名思义，是个给有情人准备的地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，小情侣约会圣地。传说当年司长草木的仙人司木司长轮回的仙君，为他筑了一条是以欲情仙葩的小道，以示心中爱意，两人最终心意相通，永以为好。若是有情之人执手一同走过这条小道，他们的爱情将会得到仙人的祝福，世代轮回，情深不移。魏婴想，虽然一听就很不靠谱，但奈何这祝词实在是说的好听。世代轮回，情深不移。他不拐着蓝湛去走这么一遭，真是浪费了蓝湛主动提出去公园的机会。眼见着愈发近了，魏婴视线里已出现了那条被公园精心装饰过的满是鲜艳花卉的小道。